大家好，我係 Richard。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討論一個咧都幾重要，但係又幾基本嘅問題，就係點解要有 AI？到底 AI 係解決緊一啲咩嘅問題呢？咁嗱，最近咧股票市場咧就下跌得好犀利啦。咁同 AI 相關嘅唔少公司，佢哋嘅表現咧都唔係太好。咁開始咧就有一啲人咧就質疑，咁到底 AI 係咪一場騙局呢？會唔會係個泡沫呢？即係好似之前元宇宙啊、區塊鏈咁，只係一啲叫做商業上嘅 gimmick 啦，令到咧大家湧去投資。咁喺搞清楚到底係咪一個騙局之前呢，我哋就要先嚟搞清楚、梳理一下咧，到底 AI 點解會出現，而佢去解決緊啲咩問題。咁我哋知道佢解決緊咩問題之後呢，就會知道呢，到底而家所謂嘅 AI 發展有冇回應緊呢一個問題。嗱，咁喺開始講點解要有 AI 存在之前呢，咁都要稍稍咧講一講咧互聯網嘅一個歷史。咁點解呢？因為咧，如果我哋唔了解成個互聯網嘅歷史呢，其實就唔明白呢，或者唔能夠好好咁樣去理解到今日點解需要有所謂嘅 AI 工具嘅存在啦。咁其實互聯網係一個比較年輕嘅東西啦，因為佢係最早有呢個概念呢，其實只係去到1960幾年嘅時候。咁當時咧就係美國一啲美國軍事機構啦，同埋佢哋一啲大學之間咧就建立嘅一個我哋叫局域網啦。咁佢就係一個幾個機構組成嘅一個網絡。咁目的咧係為咗傳輸佢哋裏邊嘅一啲資料啊、資訊啊。咁慢慢咧呢個網絡嘅覆蓋範圍就越嚟越大。咁去到70幾年咧就開始出現咗奠定網絡嘅一個基礎嘅協議啦，就係 TCP/IP 啦，出現咗之後咧，國際互聯網呢個概念咧就慢慢形成。咁一路去到90幾年呢，應該就係大家咧真正最早接觸互聯網，即係大家開始有商用嘅互聯網啦。好似澳門咁 CTM 都開始有得上網，而最開頭嘅時候咧上網係唔使錢嘅。咁啊後尾當然就要收錢啦。咁呢個互聯網出現咗啦，就開始有所謂嘅網頁啦、www 啦、World Wide Web 啦。咁網頁嘅出現咧，就造成咗第一次嘅所謂嘅爆破、泡沫爆破，就係 .com 泡沫爆破啦。咁呢個都大家應該都記憶猶新啦。如果一啲比較年輕嘅小朋友唔知道咧，咁你稍微查一查 .com 泡沫爆破咧，都應該知道當時發生過咩事。咁但係即使所謂嘅 .com 泡沫爆破咗之後咧，互聯網呢樣嘢咧，其實係從來冇停止過發展嘅。咁去到我哋而家現代啦，我哋嘅21世紀呢，咁佢更加係一個爆炸式嘅增長。咁呢個爆炸式增長呢，其實有兩個好關鍵嘅增長點啦。第一個就係手機嘅普及啦，第二個呢就係社交媒體嘅出現。咁我自己認為呢兩樣呢，就先至係呢而家呢個互聯網嘅一個奠定佢蓬勃發展嘅一個基礎。咁因為自從有咗手機之後呢，就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呢個網絡嘅參與者同埋貢獻者啦。咁社交媒體咧都進一步咧，令到所有人啊，都好似可以喺網絡上佔有一席之地。咁就好似我而家咁樣啦，冇任何嘅支持者嘅情況下咧，我都可以開一個自己嘅節目。咁喺過去咧，其實大家係好難想像嘅。咁但係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咁樣嘅諗法咧？我成日都諗呢個諗法，就係人類啦，喺即係由智人開始發展到現代嘅人。到現時為止，呢有記錄以嚟歷史呢幾千年呢，人類嘅生理結構啦，或者大腦嘅結構呢，應該就冇咩好明顯著嘅分別。我哋嘅社會文化就相對有多一啲進步啦，但係呢種進步呢，都唔係好翻天覆地嘅進步。我哋去處理資訊啦，處理人際關係啦，處理我哋接收嘢嘅一啲反應呢，都仲係同當年嘅原始人咧差別不大，至少我自己感覺到我同原始人嘅差別並冇好大啦。即係我該憤怒嘅時候都會憤怒，該失去理智嘅時候都係會失去理智。咁我哋用一個咁樣嘅原始時代嘅大腦，其實係咪能夠面對到而家呢個信息年代嘅
一個生態呢？我自己係有好多問號嘅。所以好似喺呢個圖入邊咁講啦，我一個原始人仲係攞住呢個石頭錘仔呢，去面對一個信息年代呢，其實一定會產生一啲我哋冇辦法預測到嘅問題。咁譬如我哋沉迷網絡啦，或者好容易受到網絡上虛假資訊嘅影響啦。總之呢啲都係我覺得係我哋人類面對互聯網年代呢必須要處理嘅問題。咁我叫Google 嘅 Gemini 咧，幫我去整理咗一下近呢10幾年互聯網資訊啦，或者數據量嘅變化。咁個曲線咧，好明顯係非常陡峭嘅。咁每年咧，大概都用雙位數咧20幾%嘅增長。咁隨住呢啲資訊咧越嚟越多咧，其實我覺得人咧已經係好難單靠自己能力咧去處理到。咁所以咧，我哋面對緊呢3個非常關鍵嘅問題。咁第一個咧就當然係信息爆炸啦。我相信咧，我哋而家每一日面對緊嘅資訊啊、信息啊，係我哋嘅祖先咧係冇辦法想像到。有啲人可能一生人咧都冇我哋一個星期所接觸到嘅資訊咁多。我哋而家要睇書係非常簡單，打開網頁，隨便有非常多免費資源啦。網絡小說啊，電子書啊，都係好多，更加唔好講各種嘅影片啊、抖音啊、YouTube 啊、B 站啊，你係可以完全24小時沉醉晒喺啲資訊裏邊。嗱，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我哋嘅複雜性嘅挑戰啦。咁唔係啲問題複雜咗，應該係人複雜咗啦。因為譬如我哋面對嘅問題呢，其實佢客觀就已經喺度。只不過過去嘅人由於一啲認知嘅不足啦，或者普遍大家嘅知識水平嘅不足呢，可能相對簡單啲，因為好多人唔識嗰啲問題嘅核心，根本連提意見都提唔到，咁所以佢哋好容易被說服啦，好容易被可能直頭被忽略啦。但係今時今日就唔可能咁樣做啦，因為普遍嘅人呢都可以對任何嘢俾一啲意見啦。即係我見到網上非常多 KOL， 似乎好似全科精通咁樣，無論咩題目咩課題咧，都可以講一堆意見，又似層層咁樣。咁所以我哋解決任何問題咧，喺現代嚟講咧，都變得複雜咗。譬如氣候變化問題，咁依然都仲有爭議，仲有人咧認為係一個謊言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個效率嘅追求啦。就算你係一個幾佛系、幾冇所謂嘅人，但係喺而家呢個社會嚟講咧，你都唔可以話唔追求效率。當然你可以每日淨係做一件事，好專注，但係你要處理嘅嘢永遠都係比以前多咗好多。所以你喺處理一啲可以簡化嘅嘢上面咧，你都應該係希望可以簡化。譬如我哋而家唔會再去水井度擔水啦，因為我哋打開水龍頭就有水啦。咁就好似而家我哋唔會落街買報紙睇，我哋打開手機就可以睇到新聞。其實呢啲都係喺個效率追求。我哋喺不知不覺中咧，其實我哋都係追求緊一個效率。就算係一個幾 hea 嘅人咧，其實佢都唔想將自己嘅時間咧浪費喺一啲咧佢覺得可以用少啲時間處理嘅嘢上面嘅。佢寧願將啲時間咧攞嚟咩都唔做。攞嚟聽下歌，攞嚟放鬆，佢都唔想將啲時間咧浪費喺一啲咧佢覺得重複冇意義嘅嘢上面嘅。嗱，咁正正咧就係我啱啱講嘅嗰啲問題咧，我覺得就造成咗今日咧我哋會有一樣產品或者一樣技術咧叫做 AI。咁我其實就都唔想成日好似不斷咁提 AI 啦，因為我覺得其實 AI 本質上咧就係一種資訊處理嘅叫做 agent 啦，或者一個 program 啦，即係佢其實係幫我哋處理一啲資訊，而嗰啲資訊係冇咁簡單複雜啲嘅，可以係影像，可以係文字啦，可以係一啲比較含糊嘅要求啦。因為咧佢就係我哋身邊嘅一個助手，去幫助我哋應對呢個資訊爆炸年代嘅嘢。咁我列出咗3個咧，
我認為 AI 存在嘅目的咧，第一個咧就係降低我哋嘅溝通成本啦。有咗 AI，有咗呢個智能翻譯嘅應用之後咧，其實語言已經唔再成為我哋一個溝通嘅障礙。即係就算我英文唔好，就算我日文唔好，我都可以用翻譯軟件咧去理解到人哋講嘅嘢啦，或者人哋寫嘅嘢啦，而係基本上咧係好準確嘅。咁當語言唔再成為一個溝通上嘅障礙之後咧，就仲有一啲係一啲叫做專業性嘅壁壘啦。譬如我講好多技術相關嘅詞彙，你唔明，咁你可以叫一啲所謂嘅 AI 工具咧，幫你用一啲你能夠理解到嘅方式解釋一啲嘢俾你聽。譬如你唔知咩叫量子力學，咁你咪叫佢用一啲普通人可能都明嘅方式解釋。你直頭問到你明為止，咁你就可以理解到人哋講緊啲乜嘢。咁呢方面咧，呢啲所謂嘅 chatbot 咧，其實就做到好好啦。咁第二樣咧，我覺得係即係我自己認為最期待或者最想佢做到嘅咧，就係一個個性化信息處理。因為咧現時咧，我哋每個人嘅一日都係得24個鐘嘅啫。咁如果我哋咧自己走去搜集資料啊、分析資料啊、去睇嘢咧，其實真係好慢，同埋你好容易咧就會漏咗一啲嘢。如果有個工具啦，可以幫助到我按照我自己嘅興趣啦，或者我自己最近研究緊嘅嘢咧，去幫我收集分析呢啲嘢，然後幫我處理，然後咧推薦我去按一定嘅順序啦去睇，咁我覺得係非常有幫助嘅。咁第三咧就係一個輔助決策啦。咁簡單到今日中午食咩飯呢啲問題咧，咁亦都係每個上班族每日都要面對問題。其實我哋每日咧大大小小類似呢啲決策咧係非常多。咁如果有個助手係可以幫助到我去更加容易咁決定到呢啲嘢咧，咁佢就有存在嘅價值啦。譬如我嚟緊想去旅行，去某個地方，我需要知道嗰個地方唔同類型嘅景點啦，佢哋嘅路線啊、距離啊、佢哋嘅開放時間啦，然後幫我排一個推薦嘅行程咧。咁而家我都係可以用到呢啲所謂嘅 AI 工具實現到嘅。嗱，講咗我覺得 AI 可以做啲咩幫到我哋之後咧，咁我都想講講咧，我覺得 AI 唔應該做啲乜嘢。咁喺以前咧，我哋研發一啲自動化嘅人工智能啦，或者啲電腦程式咧，都係嘗試咧幫人咧去減少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因為咧，我諗冇人會想自己每日做嘢都咁重複啦。有啲係比較，即係你可能30年都做同一樣嘢，咁係比較浪費人嘅創造力。咁所以過去咧，大家都好想咧，將人喺呢啲咁重複性嘅工作上面咧，去解放啦。咁喺以前呢啲生產力嘅提升咧，的確係令到成個經濟咧繁榮咗，因為咧好多人就唔使再做呢啲咁樣嘅不停咁樣流水式嘅作業啦，佢哋多咗時間去做一啲更加有挑戰性、更加有創造性嘅嘢。咁佢哋創造價值高咗啦，自不然佢哋嘅收入高咗啦，佢哋嘅有多啲時間去享受人生啦，有多啲時間去消費啦，咁成個經濟咪蓬勃咗咯。咁但係而家生成式 AI 嘅一個方向咧，似乎咧就係真係要完全代替人去做所有嘢。咁由嗰啲重複性機械嘅動作咧，已經變成咧連一啲創造性嘅工作都想代替埋。咁無論係寫文章啊、畫圖啊，甚至乎將呢啲嘢組合成一齊成為一啲 agent 啊，呢啲就已經係去到咧想將佢成為一個虛擬嘅員工嘅呢個狀態。咁假如向照呢個方向一路發展咧，咁可能咧就會越嚟越多人咧就失業啦，又或者至少係有某部分嘅人咧可能會失業，因為佢哋嘅技能咧可能對於呢個市場上嚟講已經唔再需要啦。咁多咗人失業，自不然假如喺佢哋未揾到更加適合嘅工，或者市場上已經創造唔到更多適合佢哋嘅工作嘅時候咧，佢哋嘅收入就會下降。咁呢個收入嘅下降咧，就會導致成個
消費時消費力都下降，咁你增加咗咁多生產力創造出嚟嘅嘢，就變咗冇人睇。譬如就算你可以零成本啦，或者係零人力成本投入咁去生成一套動畫或者電影啦，咁但係如果都冇觀眾嘅話，咁你整咗出嚟都冇用㗎。咁呢個係一個我暫時覺得係有少少矛盾嘅地方，就係我哋真係好想用呢啲 AI 去幫到大家手，但係咧而家呢個資本嘅目標咧，似乎係想將人完全替代，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方向係有啲問題。嗱，咁我今日嘅介紹咧，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咧了解或者搞清楚咧 AI 到底係要用嚟做乜嘢？咁而家嗰啲 AI 嘅產品咧，有冇真係回應緊呢個問題？咁因為呢個比較關鍵。如果你而家用緊嘅 AI 工具或者嗰啲公司發展嘅方向根本就唔係解決緊呢啲問題嘅話咧，咁我諗最終咧佢都會俾市場淘汰，因為大家希望嘅 AI 產品咧，其實就唔係用嚟代替人類嘅工作，而反而咧係應該幫助我哋人類咧去適應呢一個信息化嘅年代。咁隨住資訊科技嘅發展咧，其實我哋每日需要面對嘅信息量咧，比起我哋嘅祖先咧係多太多，有太多嘅嘢咧去吸引我哋嘅注意力啦，有太多嘅資訊咧需要我哋去消化。咁人類嘅大腦由幾千年開始到而家，其實都冇乜點進化過。就算我哋嘅教育做得幾好，我哋每個人嘅思考判斷能力都提升咗，但係始終咧都係跟唔上所謂嘅知識發布嘅速度嘅。咁如果 AI 工具係能夠幫助到我哋適應呢個新嘅世代咧，咁佢自不然咧就會有佢存在嘅價值。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我相信嗰啲努力咧都係徒勞，因為咧唔會有人咧想做一個產品出嚟係代替自己。咁當然啦，能夠做一個機械嘅神咧，我相信一定咧係佢哋嘅願望啦。佢哋嘥咁多錢咧，其實只係想叫做圓自己一個夢，就係可以製造出一個人造嘅神。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哋都係要回歸翻現實，就係到底做一個機械嘅神對我哋有咩好處呢？就算我哋真係做出咗一個超越晒全地球人嘅人工智能、人工智慧，佢會俾啲咩指示我哋？佢會帶我哋去到邊度呢？咁呢個咧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咁呢一刻咧，我暫時見唔到所謂嘅人造神出現嘅一個跡象啦。因為咧，佢哋而家所用嘅大力出奇蹟，即係不斷咁加大呢個參數或者運算量，最終只係能夠做出一個非常大嘅模型啦。而嗰個模型大到可能佢嘅運算力好勁啦，佢可以同一時間殺死晒地球上面所有嘅人。咁佢嘅能力的確係好強，但係咁係咪就代表佢就係所謂嘅人造嘅神呢？咁我覺得都唔係嘅。咁到底我哋嘅 AI 未來發展方向喺邊呢？咁我都希望咧，人工智能咧真係能夠幫人類咧變成更好嘅自己，更好嘅一個種族。希望我今日嘅分享咧有幫助到大家啦。咁我係 Richard，咁我會分享一啲我對於科技嘅睇法啦，或者一啲最新嘅潮流應用啦。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咧，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啦。今日嘅時間到呢度，拜拜。